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无数家庭感到焦虑却又常常被严重误解的话题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我曾在门诊中遇到过的真实故事。大概半年前，65岁的李阿姨被女儿半拖半拽地带到了我的诊室。李阿姨的女儿一坐下来，眼圈就红了，她非常焦虑地对我说：医生，我妈肯定是得老年痴呆了，您快给开点特效药吧，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。原来李阿姨在最近这1-2年里，记忆力出现了明显的断崖式下降。最开始只是偶尔忘记钥匙放在哪儿，或者出门忘了带环保袋，家里人觉得年纪大了，正常，没当回事。但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她会在炒菜的时候转身去接个电话，回来就忘了锅里还在炖着肉，差点把厨房给烧了。她去菜市场买菜，明明刚付了钱，却非说摊主没找零，跟人家大吵一架。最让女儿崩溃的是，有一次李阿姨去接孙子放学，竟然在学校门口转了半天，死活想不起来孙子到底在几年级几班。除了记忆力变差，李阿姨的脾气也变了。以前她是个非常温和开朗的人，现在却变得特别敏感多疑，总觉得保姆偷了她的首饰，甚至怀疑女儿在饭菜里下了毒。女儿带她去了好几家医院，做了各种量表测试，有的医生说是轻度认知障碍，有的说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症，吃了一堆药，不仅没见好，李阿姨反而越来越抗拒，整个人迅速消瘦了下去。我仔细看了李阿姨的病历，又给她做了一次详细的查体和问诊。我发现了一个被之前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，李阿姨因为常年有慢性萎缩性胃炎，加上她本身是个极度怕胖怕三高的人，这几年几乎吃纯素，一点肉都不沾，连牛奶都不喝，每天就吃点水煮菜和粗粮，而且她长期服用一种抑制胃酸的胃药。我给她开了一系列血液检查，重点查了微量元素维生素水平和同型半胱氨酸。几天后结果出来了，李阿姨的阿尔茨海默症相关指标并不典型，但她的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极低，叶酸缺乏同型半胱氨酸严重超标，同时伴有轻度的贫血。我告诉李阿姨的女儿，你妈妈这不是不可逆的老年痴呆，她的大脑是饿坏了，这是典型的因为长期营养缺乏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和神经精神症状。在调整了饮食结构，并针对性地补充了特定的营养素和神经修复药物后，大概过了3个月，李阿姨的女儿给我发来了一条长长的感谢信。她说，妈妈虽然现在偶尔还是会忘事，但脾气完全恢复了正常，不再多疑，做饭也利索了，整个人眼里又重新有了光。朋友们，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讲李阿姨的故事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像李阿姨这样的老年人，以及像她女儿这样焦急的家属。我们普遍认为人老了，记性变差，老糊涂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没办法。但今天作为一名临床医生，我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60岁以后记忆力下降绝对不全是正常衰老，很多时候你的大脑并不是真的老了，而是病了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营养了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经历记忆力减退、反应迟钝，甚至性格大变，请千万不要急着给自己贴上老年痴呆的标签，更不要放弃希望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将为你深度拆解大脑衰老背后的营养真相，教你识别5个关键的身体预警信号，并给出5套极其详尽的大脑营养补充指南。这期视频干货非常密集，篇幅也比较长，建议你先点个收藏，或者转发给家里的长辈和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，随时拿出来对照和复习。好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，打破大家的侥幸心理。根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协会以及我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，轻度认知障碍 MCI 的患病率高达 15.5%， 这意味着每6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正处于认知功能下降的边缘，而65岁以上人群中，痴呆的患病率约为 5.6%。 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不知道轻度认知障碍 MCI 是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。如果不加干预，每年有 10%-15% 的 MCI 患者会转化为阿尔茨海默症。但是，请注意这个但是，医学界越来越发现，在庞大的认知下降人群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比例，甚至有研究指出，高达 30% 的老年认知障碍患者，其根本原因并非不可逆的神经元死亡，而是由于可逆转的代谢问题、内分泌问题，以及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严重的营养缺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及时发现并补足这些关键营养，这部分人的认知功能是完全可以踩刹车，甚至部分逆转的。那么为什么人到了60岁以后，明明每天吃得也不差，甚至天天吃保健品，大脑却依然会缺营养呢？这就要从我们身体内部的4大核心机制说起。第一点，也是最根本的一点，
胃肠道这个物流中心老化，导致营养吸收率断崖式下跌。很多老年人觉得，我每天吃了很多有营养的东西啊，为什么还会缺？朋友们，吃进去不等于吸收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胃肠道黏膜会变薄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分泌量大幅减少。大家可以把胃酸想象成一把剪刀，很多食物中的营养物质，比如肉类中的维生素 B12， 是和蛋白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，必须靠胃酸这把剪刀把它们剪开，游离出来才能被肠道吸收。当胃酸减少时 ，B12 就无法被释放，吃再多肉也吸收不了。此外，老年人肠道内的有益菌群，如双歧杆菌数量会显著减少，肠道蠕动变慢。这就像物流中心的传送带坏了，分拣员也辞职了，大量的营养素只能随着粪便被排出体外，真正进入血液，送到大脑的微乎其微。第二点，血脑屏障的改变与脑部微循环变差，营养送不进去。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娇贵的器官，它外面有一层严密的保护网，叫血脑屏障。这层屏障的作用是防止血液中的毒素和细菌进入大脑，但同时它也是营养物质进入大脑的海关。60岁以后，随着血管的老化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，脑部的微血管会变得狭窄，弹性变差。这就好比通往大脑的高速公路堵车了，甚至封路了。即使你的血液里有充足的营养，也因为微循环障碍，无法顺利穿过血脑屏障送达神经元细胞。大脑细胞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，自然会罢工，表现出来就是记忆力下降，反应迟钝。第三点，慢性炎症与氧化应激对神经元的暗杀。衰老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身体会长期处于一种低度的全身性的慢性炎症状态，医学上称之为炎性衰老。同时，细胞代谢产生的自由基，也就是氧化应激的产物，会大量增加。大脑是一个高耗氧气，它含有大量的脂质，特别容易被自由基氧化生锈。如果没有足够的抗氧化营养素去中和这些自由基，神经元的细胞膜就会受损，神经突触，也就是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桥梁就会萎缩。这就像电话线被老鼠咬断了，大脑各个区域之间的信息传递就会出现断片。第四点，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带来的营养掠夺。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很多都伴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或胃病，每天要吃一把一把的药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有些药物在治病的同时，也会偷走你体内的关键营养。比如长期服用2甲双胍，一种常见的降糖药，会显著影响维生素 B12 和叶酸在肠道的吸收。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，如奥美拉唑等抑酸胃药，不仅影响 B12， 还会影响钙、铁、镁的吸收。长期服用利尿剂降压，会导致水溶性维生素和钾、镁的大量流失。如果你只吃药，不针对性的补充这些被掠夺的营养，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因为缺乏原材料而逐渐崩溃。了解了这4大机制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大脑的营养危机往往是悄无声息发生的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尽早发现呢？接下来我要重点讲讲身体发出的5个预警信号，请大家仔细听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出现了以下这5个变化，千万别以为只是老了，这很可能是大脑在向你呼救，提示你缺乏关键营养了。预警信号1，不仅仅是忘事，而是频繁的词不达意和话到嘴边说不出。正常的衰老可能是你忘了把钥匙放在哪了，但别人一提醒你，马上就能想起来，或者你能用其他词语描述这个东西。但如果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的认知下降，你会发现老人在说话时频繁出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的卡壳现象。他们明明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但就是无法从大脑的词库中把那个准确的词提取出来。比如想说遥控器，却只能说那个换台的东西；想说冰箱，却说那个冻冰的柜子。这在医学上叫做命名困难或找词困难。它提示你的大脑语言中枢通常在左脑的颞叶和额叶，因为缺乏特定的神经营养，导致神经突触的连接变得迟钝了。预警信号2，情绪突变，从温和变得易怒、多疑，甚至抑郁。很多家属带老人来看病，主诉不是记性差，而是脾气变差了。原本通情达理的老人突然变得像个老小孩，固执己见，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，或者变得极其多疑，总觉得别人偷他东西，算计他。还有的老人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整天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不愿意出门，不愿意社交，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。家属往往以为这是老人心情不好，或者老糊涂了。其实这非常危险，情绪和性格的突变往往是大脑神经递质，如血清素、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合成不足的强烈信号。这些神经递质是控制我们情绪的化学物质，而它们的合成需要大量的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 B6、B12、叶酸以及铁、镁等微量元素作为辅酶和原料。当原料断供时，大脑的情绪化工厂就会停工，表现出来的就是抑郁、焦虑或偏执。预警信号3，
空间方向感变差，在熟悉的地方迷路。如果你发现老人在住了10几年的小区里，突然找不到自己那栋楼了，或者去了一辈子的菜市场，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，甚至在家里去个卫生间都要扶着墙找半天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。空间记忆和方向感主要由大脑的海马体和内嗅皮层负责。海马体是大脑中负责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核心区域，也是对营养缺乏和缺氧最敏感的区域之一。当缺乏 Omega-3 脂肪酸、维生素 E 等保护性营养时，海马体的神经元会率先发生萎缩，空间方向感变差，往往是海马体功能受损的早期甚至是最早期的临床表现，必须立刻引起高度警惕。预警信号4，伴随不明原因的肢体麻木、刺痛或走路踩棉花感。很多老人在记忆力下降的同时会抱怨手脚发麻，像是有蚂蚁在爬，或者指尖有针刺一样的痛感。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底没根，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甚至经常无故摔倒。家属可能会以为这是颈椎病或者腰椎病压迫了神经，当然这有可能，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极有可能是周围神经病变的表现。而罪魁祸首往往是严重的维生素 B12。 缺乏维生素 B12 不仅参与大脑的代谢，它还负责维护神经纤维外面的那层绝缘皮髓鞘。如果缺乏 B12， 髓鞘就会受损，神经信号在传递时就会漏电，导致麻木、刺痛和平衡感下降。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不纠正，是不可逆的预警信号。5、睡眠质量断崖式下降，入睡困难、多梦或凌晨早醒。很多老年人觉得觉少是正常的，晚上睡不着，早上3、4点就醒。但如果这种睡眠障碍是近期突然加重，并且伴随着白天的极度疲惫和记忆力衰退，这就需要注意了。睡眠是大脑进行垃圾清理和记忆巩固的关键时间。在深度睡眠时，大脑的类淋巴系统会开放，把白天产生的代谢废物，如淀粉样蛋白冲刷掉。如果缺乏色氨酸、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前体，缺乏镁元素，缺乏维生素 D， 大脑的睡眠觉醒节律就会被打乱。长期睡不好，大脑的垃圾运不出去，神经元就会被毒害，记忆力自然会越来越差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如果你或家人中了以上5个信号中的2个或以上，请不要恐慌，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实操环节。作为医生，我给大家总结了60岁以后必须死死盯住的5大护脑关键营养，并给出极其详细的补充指南，请大家拿出小本本或者截图保存。第1大关键营养，维生素 B12 与叶酸。大脑的清道夫与绝缘层，为什么把它排在第1位？因为这是老年人最容易缺乏且对神经系统破坏最大的2种营养素，维生素 B12 和叶酸。维生素 B9 在体内是协同作战的，它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参与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。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种代谢废物，如果它在血液中浓度过高，就会像砂纸一样不断摩擦，损伤血管内皮。同时它还具有强烈的神经毒性，会直接加速大脑萎缩，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独立危险因素。而 B12 和叶酸就是清理这种毒素的清道夫。同时 B12 还负责维护前面提到的神经髓鞘绝缘层。怎么补？首先说食物， B12 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，如肉类、动物肝脏、鱼类、蛋类和奶制品植物性食物，除了某些发酵食品和海藻，几乎不含 B12。 所以长期吃素的老年人是 B12 缺乏的绝对高危人群。对于叶酸，深绿色叶菜如菠菜、西兰花、芦笋、豆类、柑橘类水果是极好的来源。但是朋友们，重点来了，正如我前面所说，很多老年人因为胃酸减少，根本无法从食物中吸收足够的 B12。 因此对于60岁以上有萎缩性胃炎、长期吃素或长期服用降糖药、胃药的老人，我强烈建议不要只靠食补，必须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直接服用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补充剂。在选择补充剂时，建议选择甲钴胺一种活性形式的 B12 和甲基叶酸活性叶酸，因为它们不需要经过复杂的体内转化，可以直接被身体利用，吸收率更高。具体的剂量，请务必拿着你的血液化验单去咨询你的主治医生。第2大关键营养，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别是 DHA 和 EPA， 大脑的建筑材料与灭火器。我们的大脑有%是脂肪，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Omega-3 脂肪酸，尤其是 DHA22 碳六烯酸。 DHA 是构成大脑皮层和视网膜的重要结构成分，它能让神经细胞膜保持柔软和流动性，让神经信号传递得更快。而 EPA20 碳五烯酸则是强大的抗炎剂，能扑灭大脑内的慢性炎症。研究表明，血液中 Omega-3 水平较高的老年人，其大脑萎缩的速度更慢，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显著降低。怎么补？最优质的来源是深海多脂鱼类，比如三文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、银杏。建议老年人每周至少吃2到3次深海鱼，
每次大概手掌大小，约100到150克。如果不爱吃鱼，或者担心重金属污染，可以选择高纯度的鱼油补充剂。在购买鱼油时，一定要看成分表里的 DHA 和 EPA 含量，而不是只看胶囊的总重量。对于日常保健，每天摄入 DHA 加 EPA 的总量建议在500 mg 到1000 mg 之间。另外，植物来源的 Omega 3，如亚麻籽油、紫苏油、核桃，含有的是 AA， 它在体内转化为 DHA 的效率极低，不到5，所以不能完全用植物油和坚果来替代深海鱼或鱼油。第3大关键营养，优质蛋白质与特定氨基酸神经递质的原料库。很多老年人怕消化不良，怕三高，天天喝白粥，吃咸菜，吃烂面条，这是极其错误的回脑饮食。大脑中负责传递信息的神经递质，比如让你感到快乐和专注的多巴胺，让你情绪稳定的血清素，让你记忆力增强的乙酰胆碱，它们全都是由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合成的。没有充足的优质蛋白，大脑就成了无米之炊。怎么补？老年人每天需要的蛋白质其实比年轻人还要多，因为老年人的肌肉流失快，合成效率低，建议每天摄入量在 1.0 到1亿克每公斤体重。也就是说，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需要60到72克蛋白质。怎么吃？要遵循少食多餐、优质优先的原则。每天必须保证1个鸡蛋、1到2杯牛奶或无糖酸奶，约300到500 ml 一块瘦肉，如鸡胸肉、瘦牛肉、猪里脊，约100 g一块豆腐或1杯豆浆。如果老人牙口不好、咀嚼困难或者胃口太小，强烈建议购买乳清蛋白粉或全营养特异食品作为加餐。乳清蛋白的吸收率极高，且富含支链氨基酸，对维持肌肉和大脑健康非常有益。每天可以在温水或牛奶中冲服1勺，轻松补足蛋白质缺口。第4大关键营养，抗氧化剂家族为 E1、维生素 C 及花青素，大脑的防弹衣。前面提到，大脑极易被自由基氧化生锈，抗氧化剂就是保护大脑免受氧化损伤的防弹衣。其中维生素 E 是唯一能溶解在脂肪中的脂溶性抗氧化剂，它能直接钻进富含脂质的大脑细胞膜中，保护神经元不被破坏。维生素 C 则是水溶性抗氧化剂，两者协同能构建全方位的防护网，而花青素等植物化合物能穿透血脑屏障，直接改善大脑的微循环。怎么补？维生素 E 的最佳来源不是保健品，而是坚果和种子。每天吃1小把，约25到30克原味未经过度烘焙的坚果，如核桃、杏仁、榛子、葵花籽。核桃不仅富含维 E， 还含有对大脑有益的植物性 Omega 3，是名副其实的补脑果。维生素 C 和花青素，请认准深色蔬菜和浆果，每天吃够1斤蔬菜，其中一半要是深绿色的，如菠菜、西兰花。水果方面，蓝莓、黑莓、草莓、紫葡萄、桑葚等富含花青素的浆果是医学界公认的健脑超级食物。如果不在当季，可以购买冷冻的混合浆果，打成果昔或拌在酸奶里吃，营养流失极少。第5大关键营养，维生素 D 与镁元素神经系统的稳定器，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对黄金搭档。维生素 D 不仅仅是用来补钙的，大脑中广泛存在维生素 D 的受体，它参与神经生长因子的合成，对保护神经元、调节情绪、改善睡眠至关重要。而镁元素被称为天然的镇静剂，它能调节神经肌肉的兴奋性，缺乏镁会导致失眠、焦虑、肌肉抽搐和记忆力减退。遗憾的是，由于老年人户外活动减少，皮肤合成维 D 的能力下降，加上饮食精细化，这2种营养素的缺乏率极高。怎么补？对于维生素 D， 最自然的方式是晒太阳，建议每天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露出胳膊和腿，晒15到20分钟。但这往往不够，建议60岁以上老人每年体检时查一下血清25羟基维生素 D 水平，如果偏低，应在医生指导下每天补充1000 IU 到2000 IU 的维生素抵制剂。注意是抵，不是低，且最好随餐。含有脂肪的一餐服用吸收最好。对于镁元素，多吃粗粮，如燕麦、糙米、黑米、深绿色叶菜、南瓜子和黑巧克力。如果睡眠不好，容易抽筋，可以在睡前补充200到300 mg 的甘氨酸镁或苏糖酸镁。这种形式的镁更容易穿透血脑屏障，对大脑和睡眠的改善效果最好。避免使用氧化镁，因为它的吸收率低且容易导致腹泻。除了这5大关键营养，我还想额外附赠大家3个日常护脑的微习惯，它们不花1分钱，但效果堪比吃药。第一，每天30分钟的微出汗有氧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跳广场舞都可以运动，能加速心率，把更多的富含氧气和营养的血液泵入大脑，同时刺激大脑分泌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这就像是给大脑施了高级肥料，能促进新神经元的生长。第二，保持高质量的社交，
不要天天闷在家里看电视，去公园下棋，参加社区活动，和老朋友喝茶聊天。复杂的社交互动需要大脑调动语言、情绪、记忆等多个区域，是对大脑最好的全方位体操。第三，每天中午打个盹，哪怕只有20分钟，短暂的午休能有效清除大脑上午积累的代谢废物，让下午的认知能力迅速回血。但注意，不要睡太久，超过45分钟反而会让你醒来后头昏脑胀。朋友们，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大脑的衰老并非不可逆转的宿命，记忆力的衰退往往是身体在向你讨要它应得的营养。60岁不是人生的黄昏，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。不要让老糊涂成为我们放弃自我管理的借口。通过科学的饮食、精准的营养补充以及积极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完全可以把大脑的衰老时钟拨慢，甚至让它重新焕发生机。在这里，我必须做一个严肃的医疗免责声明，本视频内容仅供健康科普参考，旨在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识，绝对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面诊、诊断和治疗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、基础疾病和用药情况都不同。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出现了严重的记忆力下降、情绪异常或身体不适，请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老年科就诊。在开始服用任何高剂量的营养补充剂之前，也请务必咨询您的主治医生，以免与现有药物发生冲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解开了你心中的疑惑，或者让你学到了切实可行的护脑方法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支持，请给这期视频点一个大大的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关于老年健康的深度科普。更重要的是，我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足迹。你可以分享你或家人正在经历的健康困扰，或者你今天打算从哪一个小改变开始喂养你的大脑。比如，我今天打算去买点深海鱼，我决定明天开始带爸妈去晒太阳。我会尽量在评论区为大家解答和互动。健康是一场马拉松，而知识是我们最好的跑鞋。让我们一起用科学武装自己，守护好我们最珍贵的大脑，拥有一个清醒、独立、有尊严的晚年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